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 Land 频道。今天我们来讲 WireGuard， 搭建一个自己私有化的虚拟专用网络，打通你的公司、家里各个地方的网络环境，让你只拥有一个内网的 IP 就能访问各个设备非常酷炫的一个技术。而且我们搭建起来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全网应该找不到比我这个视频交代的更简单的方法。当然我们教的是大家快速的零基础的都能来实现的不需要你有很强的这个配置能力，很强的动手能力，只需要一键脚本就可以搞定。但是呢，我今天还会把相对简单的原理跟大家分享，因为 WireGuard 呢是18年的时候出来的技术，都是内核态的技术。内核态的意思就是它更底层，而且我们走的是 UDP 的通信，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超越很多 TCP 相关的这种虚拟专用网络架设。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目前的这3张图，第一张图呢是我在演示，我只要跑通了这个网络我就可以在家里的设备上，我就可以访问公司的共享文件，甚至我们包括在iPhone 上一个 App， 然后那个文件呢也是同样支持在内网设备的这种 SMB 快速传输。这张图呢是我用 iPhone， 然后去用微软自带的这个远程桌面去快速的去访问公司的桌面，异地直接快速访问 10.13.13.2 就能到达公司。这样的话我们的安全性是非常非常紧的，它是隧道加密。这第3张图呢，就是我在公司我做了一个快捷方式，然后我直接可以远程我家里的地址，就是我虚拟出来的内网的地址。这是我的一些使用场景，当然不限于此，只要你内网打通，你可以做类似于局域网做的任何事情。WireGuard 其实没有什么服务端客户端的概念，但是我更倾向于我们理解上好理解，它其实是一个对等配置的，只要 A 连 B 就能打通。中继的话，那我更倾向于把这一个端还是叫成服务端会比较好。然后我们采用WireGuard 的一个镜像，然后可以快速方便让我们去部署。我的脚本集成呢基本上也都是核心都是在走它这样的一个机制，了解一下就行了未来的话我们还是会走脚本。这块呢是填你的一个公网 IPv4 的一个地址，这个公网 IPv4 呢我建议大家使用国内的 VPS 之前我用莱卡云上海的机器体验是非常迅速的。然后呢这块是通信的一个协议端口，这个是给我们生成5个客户端的配置，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后去添加。这个是设置内网的网段，客户端使用的一个范围，所以它不影响你正常的任何网络网段，它只会影响你我们设置的这个区域，映射一个路径到我们宿主机的 Home、Docker， 我们会把所有配置都放在这里面。这边呢，如果想查询二维码的信息的话，你直接复制这个就可以了。查询原始的这个配置文件内容的话，你使用这个命令就可以。这边呢，我们是查询我们当前这个 WireGuard 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客户端需要接收我们生成出来的配置，然后并且连通你的虚拟专用网络。这块呢主要是讲的手动，大家可能看上去会比较复杂，但是还是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原理。有些小伙伴说你做成一键脚本了，我们感觉非常不透明，没有什么安全感，怕你在里面捣乱还是怎么样。如果你懒得去看源码，那我在现在这个阶段就把基本上的设计的思路汇报一下。当然如果更详细的话，你可以去翻看脚本里的开源代码。接下来呢，我会使用莱卡云的上海 BGP 的机器跟大家做分享，因为 BGP 的话是3网连通性都会比较好。我会把链接贴下来，你们可以直接购买，按规格购买，买最低的版本其实够了10兆，我觉得传文件大概是1兆每秒的一个通信带宽，其实看 4K 吧勉勉强强可以看，然后 1080P 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这个我都试过的。我在这边呢为什么推荐国内的机器呢？
国外的机器的话，延迟还有 UDP 的网络是非常复杂的，稳定性是比较差的，有的时候会经常断连。我们国内的机器呢，我目前测试了3到5天的状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是它的 IP， 点击复制，对，是可以拼通的。大概我这边中国移动25毫秒左右。好，我会去下载一个 Telemuse 的 SSH 连接工具，在这边呢，我们添加新的服务器，它的 IP 放进来，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徕卡云上海 BGP， 我们可以拿到 root 的权限的账号，然后这个呢就是密码。第一次呢，我们点击登录。这样呢，我们就连接到了这一台 VPS， 我们通过 SSH 的方式连接的。你这边呢，直接访问科技 LAN.sh 这样的一个网址啊，我们只要复制这一行代码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然后空格 app WireGuard S 啊，就是服务端的意思。你可以这样的，你也可以记不住，你可以97和98都是 WireGuard 的一个服务端，一个客户端。之前我们讲很多这个 Docker 项目的话，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国内的话，使用的话会稍微慢一点。我这边已经安装了，从0开始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先卸载，然后我们选择1，我们看有哪些设置。首先呢，我们设置端口号。端口号的话，你可以直接用这个8097，你也可以自定义啊，这个非常自由的8098啊，可以这样的。你有几个客户端参加组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方说手机算一个，飞牛算一个，我家里的电脑算一个，然后我公司的电脑算一个，那就4个了。我这边的话10个给它提供也没有什么问题。网段的话，我用默认的就可以了，你们可以去改成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呢，就是172可以打头的，后头的一位必须是0，这样的也是可以的啊。10的网段。172的网段 192.168 的网段，你们也可以使用默认的啊，这样的话它就开始部署了，就其实配置3个参数就可以完成你整个这个组网的大部分事情，因为剩下的都是脚本在做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装好了。那我们现在有2个部分啊，一个部分是二维码部分，一个部分是代码配置部分，我都给大家打印出来了。我优先会输出二维码，二维码是干什么用的呢？它其实也是配置信息，只不过它封装成二维码了。这样的话可以方便大家使用手机扫码，快速连接到我们创建的虚拟专用网络这个局域网内。下面的呢是比方说 Linux 啊或者 Windows， 你去装客户端，然后直接复制。这个配置我用在公司，我在公司的电脑上装一个。这个呢我用在家里，我在家里的 Windows 上装一个。配置3呢，它放在飞牛上。我目前都是端到端，因为端到端最简单，而且相对来说更安全。还有这么多设备呢，你们可以自己去添加。如果你就几个设备也无所谓。一般02的话，我会放在公司远程公司的电脑去看一下。早期的话，我还是用的这个 Rust Desk 啊，这个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然后它呢就是一个远程工具，我只要用上了 WireGuard， 我一般都会用这个 Windows 自带的远程桌面，因为它这个性能特别好啊，它这个延迟特别低。国内的云服务器做中继，你这个带宽越大越好，性能传输速度都会有帮助。你相当于10 Mbps 的话，也就1兆每秒的这个速度，不是特别够看。如果你说我想直接连远程这个海外的话我海外有大带宽的，基本上很容易会被阻断，就是稳定性很差。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是断连了，而且延迟也比较高。一开始为什么说让大家用国内的云服务器？好吧，那我们就当做我们现在还没有组建这个内网，所以我们直接还用这个 Rust Desk。对，我们直接搜这个 WireGuard， 我们现在已经在公司的电脑上了。如果想直接安装的话，点这个。这边呢，我们选择 Windows 进行下载，点击打开，然后我们双击它。这个呢，一开始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需要做一个文件。它这边其实做的不好，它应该直接可以让我们复制粘贴。这个是官方的工具还有待完善的点。这边我们先创建一个文本，后面的改后缀 conf 就是配置文件，回车。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双击打开，回到我们上海的徕卡云，给它粘贴过去。
我公司就要用这个网段，然后我们通信呢就用这个端口，协商的这个公钥和私钥通过中心服务器去做中转，只在我们公司的机器作用这个网段，其他的网段我们都不影响，所以就不会影响你公司整个的这个网络特定网段的代理。然后这个呢是重连中心服务器进行实时通信啊，因为 UDP 的话它是不可靠连接，所以有一段时间不连的话可能会断掉啊。这边呢是每25秒连接一次，大体就是这些配置，所以我们把这个全部复制一下，粘贴进来。这个可以直接拖进来的吧？哎呀，拖都拖不进来，交互体验做的真烂。是用刚才我们配置好的这个 conf 文件。读起来以后呢，那我们直接点连接，接收能看到字段，就证明你已经跟中心服务器连接了。那么如何测试一下呢？你可以双向测试，在我们的服务端这边 10.13.13.2， 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 IP 内网 IP， 我们发现是可以拼通的，这个延迟也是比较低的。然后1呢，就是我们本身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是0点几，就证明通信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非常顺畅。同样呢，我们在公司的这台机器呢，定一下 10.13.13.1， 这个是中心服务器，就是网关我们可以发现也是可以拼通的。家里的也给它连一下，家里的连怎么连呢？那我们往上滑，我们刚才用的是这个公司的，对吧？然后家里的用这个02这个配置，同样也是复制。然后也是一样的，这边要改成 CONF， 把这个配置粘贴进来。这个是.3就是我们家里的这台电脑。去下载这个 WireGuard， 同样也是把它导进来也能连通。我们这边拼一下公司的 IP， 公司连中心服务器是21毫秒，然后我们这边连中心服务器也是20几毫秒，两端之间互相通信是延迟是要相加的，所以这个延迟呢不是单向的，是在你网络当中是累加的一个状态。远程桌面的软件去直接访问这个 IP， 搜远程桌面，然后你就把你的用户名密码填上，你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了。现在呢，我是用的 Windows 自带的这个连接工具去连接的。然后如果你想创建这个文件夹呢，添加一个网络位置，它要共享到具体位置这样的就创建了，我们双击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OK， 手机怎么连呢？我们这边在 App Store， 如果你是 Android 的，可以到 Google 的商店去下载这个 WireGuard 的 App， 称之为简陋的 App不管是 Windows 还是移动端都是很简陋的。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个加号，然后直接下面有一个扫描二维码，等会儿控制一下这是第几台机器？稍等我看一下，1台2台，我们应该是扫第3个二维码，对吧？点击添加，然后扫描二维码，对，就扫这个二维码。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随便给它起个名字，这个名字随便起这个名字就是，比方说我的中心服务器在上海，这样的。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好了。你只要把这个一点开，你可以下载 Windows 自带的这个工具，然后直接远程连接你家里也好还是公司也好的机器我们试一下吧。点击添加，然后添加一台电脑，我们内网的这个 IP 比方说家里的电脑，然后我们返回它就填在这儿了。这边给它一个名称，这是我的使用场景你们有可能不经常这样的远程，你们可能局域网内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比方说你浏览器访问我某个设备的这个 Docker 服务类似于这样的都可以。然后它这边呢有一个凭据，看到了吗？然后我们添加一个凭据，这块呢我们就把我的家里的电脑的用户名和密码这块呢我们填上，这是家里的凭据。然后最后呢点击保存，把家里的这个电脑就加到这个地方来了，就走那个 Windows 自己的了。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连上了。我们用微软自带的这个非常好，我觉得它这个交互比我们 Red Desk 可能稍微还好一点。没关系，我可以这样访问，你看这是公司的，这延迟各方面其实都是走外网的都是要经过中心服务器的，不是说你
2台机设备都是在内网，你就可以走内网。它这边目前是中继到中心服务器那边去，这个是 iPhone 自带的。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就直接把你的内网 IP 添加进来就可以了，是在这儿添加的啊。然后你就可以输入你公司的 SMB 的，就是共享出来这个文件，然后你同样也可以去看到公司的这个文件。所以有了这些配置呢，就是想你所想啊，你在局域网内能干的事情呢，都可以这么去搞。那我们接下来把飞牛也加进来，然后我们可以在公司直接访问飞牛，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直接访问飞牛。我们就把飞牛的虚拟机先启动一下，我们的飞牛虚拟机已经启动了，我们访问这个 IP 地址加端口就可以使用了。把 SSH 这个端口打开啊，这个是我们飞牛，然后用户名密码也是飞牛的用户名密码，点击连接。来，我们 sudo -i 提一下全变成 root， 复制这个命令，好，右键过来空格，这边我们 app 啊空格98就是这个 app 的编号。其实我这个脚本呢是为了偷懒啊，我没有专门为这个 WireGuard 做一个脚本，都是在我们这个 App 市场这个框架下嵌套的，所以都是容器化的一个部署方式，比较偷懒啊。我们这边直接点击安装，然后这个端口号就是你填什么都是假的，因为我就是套了一个这个壳，所以填了什么没用，还有上面的这些你也没有用。然后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才是这个客户端这边自己的独一套。那这一块呢，大家可以看到，哎，我们就要输入客户端信息。那我们回到上海的这个机器来，这个被公司用了，这个被家里用了，这个被我手机用了，那我们就用这个05，然后把这个直接复制，右键直接这样的啊。神奇不神奇？然后回车一下，再回车一下，再回车一下，然后它就导入进来了。导入进来，它就帮我们去部署这个 WireGuard 的客户端。这个是我自己编写的一个镜像啊。我们都用 Docker 的话会比较好。我们这边 ping 一下中心服务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27的延迟。那我们 ping 一下公司，这个可能还是有点损耗，因为虚拟机还是有点损耗。为什么我们明明物理中在一个局域网，然后它 ping 这个 IP 就要花那么长时间呢？我之前也讲过，就是我们需要所有的客户端都会回中继服务器，然后中继服务器再帮我们中转。这个拓扑图呢，大家可以自己自行脑补，然后找到自己最优的一个方案，然后可以在飞牛上看片儿，到公司的电脑去看一下。对啊，我们在公司这边呢，输入我们刚才飞牛加进来的，并且把飞牛的访问端口号一输入，我们回车一下，看一下什么效果。啊，我们就访问到飞牛上了，影音相册都可以。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片了。OK，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WireGuard 异地组网的一套全流程，非常简单。我们涵盖了Windows， 涵盖了多端啊 iOS， 还有 Linux 等等的这些对接。非常简单的一套方案。然后我们局域网使用，我再重申，不只限于我给大家描述的展示的这些场景，还有很多局域网应用场景，大家可以自行的去发挥因为只要变成局域网了，你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在外网的限制会比较多。那这就是今天全部内容。如果大家觉得好看的话，欢迎一键3连，欢迎积极评论，我们一起交流，是不是我这套方案呢还可以再更精进一点，再做的更完善一点这都是未来我们大家讨论以后出现结果。我其实是在撞大家的一个思维，在撞大家的一个想法，集思广益，众人之长，这是我想达到的目的，而不是说我今天就给你全套其实我也刚接触，也有很多东西不了解，大家是一起玩的，而不是我一个人玩的。那欢迎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